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自从有了能自由支配的厨房，每年生日的时候，我都会给自己做一个生日蛋糕。有时是已经有的蛋糕食谱，有时是我自己设计的食谱。今年我给自己做的就是这款今天要分享的瑞典公主蛋糕。毕竟，谁不想在生日的时候做一天快乐的小公主呢？这款蛋糕以海绵蛋糕为基底，搭配了淡奶油、卡士达酱以及树莓果酱，外面包裹着一层杏仁膏做的表皮，味道酸甜清爽，外观美丽，也难怪据说当时的瑞典公主会很喜欢它。今天的视频会详细介绍这个蛋糕的每一个制作步骤，我也按照制作的内容把视频分成了不同的章节，方便大家在参考的时候跳转观看。我们先来做全蛋海绵蛋糕，或者你也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做一个6寸的戚风蛋糕。相比于戚风蛋糕，全蛋海绵蛋糕的支撑力会更好一些，适合做一些比较重的造型装饰。烤箱预热150摄氏度或300华氏度，烤架调整到烤箱中下层。准备一个6寸的蛋糕模具，我用的是固定底的蛋糕模具。模具内侧提前薄薄的涂上一层油，这样使得烘焙纸能跟模具很好的贴合。在底面和侧边垫上烘焙纸，侧边的烘焙纸要略高于模具边缘。制作海绵蛋糕，我们需要的材料有低筋面粉70克、细砂糖70克、鸡蛋3个，我用的是一颗大约60克的大号鸡蛋，无盐黄油30克，全脂牛奶30克。在一个大的导热比较好的搅拌盆中倒入全部的鸡蛋。另外准备一个容器，里面装上60到7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，把装有鸡蛋的容器放在里面，稍加搅拌蛋液，让蛋液能够受热均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蛋液升温到大约40度左右，使得全蛋能够被更好的打发。隔水加热的时间与你容器的导热性以及水的温度有关。我的不锈钢的搅拌盆放在70度左右的热水中，大约不到2分钟的时候，蛋液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41摄氏度。此时就可以将蛋液取出，在另外一个容器内放入无盐黄油和牛奶，再把它们放在热水中加热，然后放置在一旁就好，我们等下再用到。刚才加热好的蛋液中加入全部的细砂糖，用电动打蛋器以最高速度搅打。先用最高速度搅打能快速打入空气，蛋液的体积也会随之膨胀许多。这个阶段大概持续4到5分钟左右。打发到蛋液体积没有明显增加，且颜色泛白，已经产生了浓厚但是粗糙的泡沫的时候，就可以降低一档速度，改为中高速搅打了。打发速度降低的时候，不会卷入更多的空气到蛋液中。此时，刚才高速搅打时产生的大气泡，在打蛋器的作用下破裂分化，形成细小绵密的小气泡，稳定性增加。搅打大约2到3分钟后，你能明显观察到蛋液泡沫状态的转变，可以看到泡沫逐渐变得细腻有光泽，最后转为中低速，搅打大约1到2分钟左右，将盆中的泡沫变得更加细腻均匀。我总共搅打了大约8分钟，具体的打发时间与你用的打蛋器的功率转速以及打蛋头的类型有关。全蛋打发好的标志就是提起打蛋器后，滴落在表面的泡沫纹路不会消失，表明此时打发已经到位，全蛋泡沫非常稳定了。在表面均匀地晒上低筋面粉，这里你可以用手动打蛋器以翻拌的手法将面粉拌入打发好的全蛋中，从中间将蛋糊捞起，轻轻抖落面粉，再旋转搅拌盆大约30度，重复这个操作，很快就能搅拌均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刮刀来操作，方法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是搅拌到均匀的速度比用打蛋器稍微慢一点点。
再仔细看一下操作的手法，从搅拌盆远离身体的一侧下刮刀到搅拌盆的底部，沿着底部一直滑到靠近身体的一侧，然后将蛋糕糊朝一侧捞起。整个过程就像是用刮刀写了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J 一样。接着朝着捞起面糊的相反方向旋转一下搅拌盆，重复同样的操作。整个过程要轻柔但迅速，大约20-30次就能搅拌到看不见面粉的状态。此时取出刚才在隔水加热的黄油牛奶混合物，取大约同样的体积的蛋糕糊加进去，搅拌均匀，不用担心这部分蛋糕糊过度消泡的问题。这一步能让黄油牛奶的混合物的质地更加接近蛋糕糊，从而使两者等下更容易混合均匀。搅拌好后，全部倒入蛋糕糊中，用和刚才搅拌面粉时一样的手法，轻柔又快速地将蛋糕糊拌匀。倒入先前准备好的模具中，轻震2下，消除其中的大气泡，送入烤箱中。先以150摄氏度烤40分钟后，再改为160摄氏度烤5分钟到表面上色即可。出炉后，轻轻震出其中的热气，就可以脱模了。转移到烤架上，彻底放凉。趁着烤蛋糕的时候，我们来做一个蛋糕夹芡中要用到的卡士达酱。需要的材料有细砂糖50克、玉米淀粉20克、全脂牛奶270克、蛋黄3个、无盐黄油25克、香草精4克。在容器内加入蛋黄和一半的细砂糖，用打蛋器搅拌到砂糖溶解。与蛋黄混合均匀后，倒入全部的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。在锅中加入剩余的细砂糖、全脂牛奶和香草精，以小火加热。期间不断搅拌，一旦感觉到砂糖全部溶解后，就关火。倒入刚才搅拌好的蛋黄糊，稍加搅拌后，就可以继续开中小火加热。刚开始可以看到锅中的液体表面泡沫比较多，当表面的泡沫开始逐渐减少，锅中的牛奶开始有些光泽的时候，就是快要好了。当锅里的部分液体开始凝固的时候，就立刻关火，靠着锅的余温将剩余的液体全部糊化，形成卡士达酱。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，趁热加入全部的无盐黄油，搅拌均匀。倒入容器内，贴着表面覆盖一张保鲜膜，防止在冷却的过程中表皮变干。放入冰箱冷藏，直到彻底冷却后就可以使用了。这里是100克的树莓果酱，这个直接买市售的果酱就好了。我会偏爱酸一些的果酱，水果的香气和味道更突出，而且与甜的蛋糕和奶油搭配更加好吃。购买的时候可以着重看一下营养成分表中的糖的含量，一般每15毫升在6-7克左右的都没有额外添加糖。此外还需要准备400克的淡奶油和40克的细砂糖，将细砂糖加入淡奶油中，
用电动打蛋器以最高速度搅打，直到淡奶油没有流动性的状态。现在我们可以来组装蛋糕了。将海绵蛋糕切分为3份，可以看到海绵蛋糕内部组织相比于戚风来说更加绵密，质地蓬松柔软且湿润。在底面的蛋糕表面均匀涂抹上一层树莓果酱。盖上第2层蛋糕片，再均匀涂抹一层刚才做好的卡士达酱。卡士达酱的用量大约为150克左右。盖上最后一层蛋糕片。在顶部放上足量的打发后的淡奶油。并且在四周也涂抹一些淡奶油。将蛋糕整体做成一个半球的形状，这也是瑞典公主蛋糕的经典造型。清理一下周边的奶油，放入冰箱的冷冻室，冷冻2小时。在此期间，我们来准备蛋糕最外侧的杏仁糕的装饰。你也可以直接买市售的杏仁糕来用，但是我家周边的超市买不到，加之杏仁糕价格不菲，所以就干脆自己动手制作了。不仅便宜，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简单。需要的材料有杏仁粉240克、糖粉200克、蜂蜜50克、水20克、杏仁香精10克。这里杏仁香精最好不要省略，它能带来非常浓郁的杏仁味道，让自制的杏仁糕与市售的味道更加接近。此外，还需要一些食用色素，我用了白色色素，因为杏仁糕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，为了后续调色不受影响，要用白色色素掩盖一下。同时，绿色素是为了做成瑞典公主蛋糕经典的绿色外表。这款蛋糕刚开始的名字就是叫绿色蛋糕，剩余的颜色就可以自由发挥，红色、黄色之类的，做出表面想要的装饰就好。在搅拌盆中加入杏仁粉、糖粉，用手动打蛋器充分混合均匀。然后加入蜂蜜、水和杏仁香精，用手把它们搅拌均匀，形成面团一样的状态。我这里戴了一次性手套来操作，能起到防粘的作用。此时加入白色色素，可以多放一些，不然颜色掩盖的效果有些微弱。揉到整个面团呈现均匀的白色就可以了。
取出一大一小2块面团，等下用作表面装饰。剩余的面团中加入绿色色素，我因为想要饱和度比较低一点的薄荷绿的颜色，这里就只放了2滴绿色色素。同样将色素揉均匀，在使用前用保鲜膜包紧，防止杏仁膏变得干燥。最小的1块面团加入你想要的色素，同样也揉搓均匀。在蛋糕快冷冻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表皮了。在案板上撒上糖粉防粘，将绿色的杏仁膏擀成厚度大约2到3毫米的片状，大小要至少能覆盖整个蛋糕的表面。取出冷冻好的蛋糕，轻轻覆盖上杏仁膏，再轻轻地让杏仁膏与蛋糕表面贴紧时，切去底部多余的部分。整个过程中，我比较推荐戴着手套来操作，尤其是像我这样手温比较高的人，不然里面的糖粉会有些许融化，变得更加粘黏。制作好后，送入冰箱冷藏室冷藏，同时来制作侧边的装饰。将白色的面团搓成长条，然后擀成片状。我是用裱花嘴切出半圆形的花纹，取出冷藏的蛋糕，将侧边的装饰围在底部。轻轻按压，让两者之间贴合得更加紧密。嫌麻烦的话，也可以用丝带之类的做装饰就好。接着是制作顶部的装饰。我的手工艺水平有限，就做得有些粗糙，但瑕不掩瑜吧，这里大家就自由发挥了。我是做了一朵小花，用牙签轻轻点缀在顶部，这样我们的瑞典公主蛋糕就做好了。切的时候我真的是小心翼翼，生怕破坏了这费力做出的漂亮的蛋糕。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一个层次更加丰富的奶油蛋糕了。海绵蛋糕蓬松绵密，卡士达酱奶香浓郁，打发后的淡奶油轻盈香甜，外面包裹的杏仁膏带来的坚果和油脂的香味，中间的树莓果酱的酸味又很好的平衡了蛋糕的甜味，真的非常好吃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